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这个中国的军演到底能不能够讲军演呢？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承认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谈谈这件事。今天邀请到2位专家，一位是总统府的发言人李问。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自从李问进了总统府之后，我好少看到他。因为他都对外媒体有没有？我不是，我比较常跟外国的一些媒体。对，他负责涉外，好不好？另外一位真的是专家了哈，欢迎这个立法委员王定宇。那我是专门负责时期这种土媒体，少了一个本土媒体。本土媒体，谢谢哈，本土漂亮的媒体。OK， 讲一遍。好，我们都希望信守诚实原则。是啊，本土漂亮媒体。对。好啦，不要再玩了。我们一开始就先来聊聊，因为赖清德总统才刚刚出访回来，这个要先请教一下李问啦。那他在出访这个我们的南太的几个友邦过境的地方是关岛跟夏威夷，这个时候在野党说，因为美国依赖，所以没有让他去美国本土。他去关岛跟夏威夷是一种对于赖清德的贬义，是吗？其实这部分的质疑，其实我们本党很多委员都有回应过。是，其实如果赖委员想要对于过境的地点进行评论的话，他应该先摊开世界地图看一看。对，因为如果出访的地点是我们在太平洋的友邦，那过境的地点按照惯例一定是美国的夏威夷。或是美国的关岛，对，并不会特别为了出访到太平洋的友邦而绕到美国的本土，绕到纽约，绕到旧金山，这对于过境是并不符合逻辑的。所以我想这个指控是完全错误。所以没有要累积里程换机票，所以不用飞到美国本土。但是因为他飞到这个关岛跟夏威夷他的这些参访行程当中，可不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说好。由此来证明，其实美国对于台湾、对于赖清德总统是这个尊重的，是看重的，有没有这些迹象可以显示呢？其实这次的过境的安排跟行程安排，当然都要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协助的接待，而且在所有行程安排上有非常多的亮点跟许多的进展。那当然，美国政府按照惯例，只要是台湾的总统过境，都会按照安全、尊严、便利还有舒适等等的原则，来全力的来安排顺利的过境行程。对，那这次其实我们在很多过境行程中也看到了非常多用心跟巧思还有亮点。那例如说在关岛的行程中有唱中华民国国歌。对，那这部分其实是非常的特别。那还有在接机的人员方面，那 AIT 的蓝英 Ingrid Larson，也除了在夏威夷接机之外，也到关岛进行接机。他2个岛都去，所以他飞到2个地方，而且在社群媒体上 ，AIT 跟台湾这边的互动也非常的热络。只要总统来到了夏威夷，离开夏威夷，来到关岛，离开关岛，那在社群媒体上，在 Twitter X 的平台上，也互动也非常热络。对，那我想在过境的过程中，大家也都非常注意到，其实总统也在过境的旅途中，跟美国许多跨党派的政治领袖来进行对话，包括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还有前任的议长 Pelosi，对，而且还有现任的参议员 Wicker， 还有现任的众议员Hakeem Jeffries， 这些跨党派的政治领袖有来自共和党，也有来自民主党。那代表说台美关系长期以来是建立在跨党派、不分党派的交流之上，这也凸显出非常重要的意义。不管民主共和，其实都是挺台的。我想请教一下定宇啦，因为你在立法院嘛，然后不管如何，立法院你的同事们看到这些，其实他不是第一个讲的。朱立伦先讲的，是朱立伦对，所以他很没有存在感，我都忘记了。你要拉高到党主席好不好？朱立伦听说留学过美国嘛，那可能坐飞机的时候，他像我坐飞机会习惯打开那个荧幕看一下现在飞到哪里，对不对？我也会。那可能朱立伦没有这个习惯，那地球仪也很少看，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讲，就是说，哎呀，赖清德没有到美国本土，这个是降等，这个是依赖论。事实上，最想操纵对美国操纵依赖
对台湾操作以美，甚至要怀疑川普，其实最想操作这个是中国。对，我一直不太懂国民党为什么老是往那坑里面跳哈。那国民党在讲依赖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抓到说，所以他们的点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看到美国？他没有点了，比方说我现在坐这里，李问坐这里嘛，我们拉浪景看一下。那什么叫要找麻烦？哎呦，王石琪跟李问不好哦，为什么李问坐的比较外面？对不对？那我们又换过来，你也可以讲说，王石琪跟李问不好哦，想要把他就近看管，那个叫做硬找麻烦嘛，你懂我意思吗？你看地图哈，我们如果赖清德总统这一次是去南太平洋，我们美国跟台湾的过境原则，事实上在蔡英文总统任内就已经实质入境了啦，在 Denver 那一次，那就是说安全、舒适、方便嘛。那安全、舒适、方便来看那个过程，你飞到洛杉矶再飞过来这边，那逃卡派去，浪费油。所以其实他这个路程，就累积里程换机票，这个路程的安排是妥适，而且赖清德总统才当半年多，你担心他以后不会过境其他地方吗？不会到纽约，不会到其他地方。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看到我们自己国家元首出访，这是喜事，应该不分党派，祝福旅途平安，这个是最低了啦。那更高层是说，我们乐见我们国家在国际上被看见，这个算有点水准。那另外更高一点是说我们期待赖清德总统到国外的时候，能够让台湾什么什么被看见，这个高一点水准，不是。看到我们自己国家民选的总统出去，就要讲说，找不到麻烦。好，你飞机没有飞到美国本土，这个给吹嘛哈。那刚才李问也提了一些规格，其实里面有一个部分你要晓得通电话那几个人的重要性。Jeffries 是美国民主党在众议院的领袖，那 Mike Johnson 是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领袖，所以他当议长，他是多数党，所以多数少数党的领袖都同时利用这一次跟赖清德总统直接通上话，那代表台湾在美国是民主共和党的难得的共识，连乌克兰都没有这种共识。乌克兰议题在美国民主共和的想法有些是不一样的，可是台湾在美国华府，不管民主党、共和党，其实友好的程度是一样，这个是很难得。赖清德本来先跟裴洛西通电话，那时候在野党员骂说：“你看吧，没有他。其实我还是讲一句话，你不要硬找麻烦。我们会嫌朋友，比如说时期跟我通电话，找王时期，对不？如果是朋友说，时期通电话很高兴，裴洛西通电话，他们讲，这个是前任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你会把你的朋友分三不等，这种人不能交，你知道吗？就是说，国民党他们呈现态度就是，这个朋友价值，这个朋友我们对外交就是交朋友。从裴洛西到 Mike Johnson， 后来 Jeffries， 其实这个通电话只呈现一件事情：台湾在美国不是 party issue， 它不是政党之间竞争的议题，而是共识。第二个，在夏威夷是采取机边接待，这是规格，机边接待就是红地毯接机了就红地毯拉到机边，然后由州长跟为什么蓝鹰呢？因为他们的理事主席这一个月请家里有事请假，所以都由蓝鹰来代理职务，所以等于 AIT 的代表人物来到机边红地毯，然后登机。通常是有帮我们的红地毯才会拉到，那是元首等级，就是以 AIT 代表这登机之后迎接赖清德总统。那个不是赖清德总统个人的尊荣，是我们国家被尊重的态度。他出去就是代表国家。对，那到关岛的话，关岛的总督，关岛是美国法律上的4个领地之一，就等于美国的领土之一。那到关岛，进到关岛的官署。对这个的意义是什么？进到官署，就是政府对政府接触嘛。我们到夏威夷也有进到他们的官署，就是说你到夏威夷也进到美国政府部门，到关岛也进到美国政府部门，这代表的是政府对政府的接待。因为有的国家就是我都让民间或已退的或前任的，以前倒是台湾都是这样的待遇，就是民对然后可以到自己的大使馆，像小英在我忘记是洛杉矶还是纽约那次有进到我们自己的住处，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主权象征。另外在关岛的话，唱国歌、升国旗，而且不鸟中国的抗议。而且因为在当地的报纸是用台湾总统，这件事情世界各地大概都是台湾总统
可是你们同事就在那边骂哦，台湾人那边中文是中华民国。不是，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没事硬找麻烦。叫台湾叫中华民国，我觉得我们都尊重，而且是人家报纸在写，人家写台湾总统，你是看到台湾就会过敏哦，给起筋那一揪就一定要抗议一下，皮肤痒，我坦白讲，这里痒那里痒。它标示的就是这一个2300万人组成的民主国家，在国际上被看见。它叫你中华民国，OK。他叫你台湾也不错，那我们在台湾里面以2300万人在世界上被尊敬、被看见，这才是重点。可是我们台湾有一些人，只要看到台湾2个字，好像浑身不舒服。我是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啦。事实上，赖清德总统这是他任内首次的出访，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啊。对啊，通常1年要2次。那么紧，那个本土怎么样？那下一次过境本土，那你们这些要不要出来洗门风？其实都没有必要啦。我就觉得免吹麻烦呐。李问要补充？对，其实我补充一下，在议题的安排上也看得出来美国的用心，而且美国跟台湾在许多议题上的重要合作跟进展。例如说，总统在夏威夷参访的时候，有特别参访夏威夷对于灾防应变的单位，这就是完全的跟台湾对于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讨论进行结合。他去看那边的灾防的民间的，对，是官方的灾防应变的中心。那个主管叫 Logan， 我第九届立委的时候，我去也跟他讲，他是夏威夷国民兵的指挥官，然后后来被这个州长聘请为现在的警政局的局长。然后那些灾防的话，他全程是陪着赖清德总统去参观他们的官方部门，当时。那可是在这件事情在台湾就比较难行得通啊，因为在野党说学生要把它排除，学生就是要好好念书啊。因为我们觉得说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就是说，不管是灾防或紧急事件的应变，就除了政府要投入之外，民间的投入也非常重要。对。那总统不管是跟美方的过去这段期间来跟美方的智库进行交流，或这次到夏威夷去参访有关灾防应变的这些应变的中心，在行程的过程中是由夏威夷的州长亲自来陪同，所以这是有官方的意义。对，以前我们美国跟台湾官方一起来讨论对于灾防应变、对于社会韧性，还有对于紧急事件的处理，能够如何一起来强化？我记得以前啊，我们的总统出访的时候啊，我们媒体跟嘛，他们的官方的人都没有在见面的。我跟你讲历史故事，在之前，这次这么明目张胆。在小英之前，我们的总统如果过境美国，真的就是过境，甚至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李登辉前总统还穿着睡衣表达不满，不高兴，是不下飞机的耶。对。然后后来变成好，你进来可以住过境旅馆，但是台湾跟团的媒体不能住同一家旅社。对，我们都被限制，也不能督麦。不能随意采访，不能发表谈话。你要飞机离开美国的领空之后，我们才可以发稿。对，然后再来，当时的规格是我们去大概就是 AIT 加上一些所谓的民意代表，行政部门不会出来接待。到小英总统的时候，他可以在雷根纪念博物馆前面演讲，见当时的议长。可以在里面随着马路走，然后随时督麦访问，还可以摇旗帜。然后我们台湾的媒体没有在被限制，可以随时的采访。就像其实台湾我讲起来有点难过。对，台湾只要求被正常对待，你没有发现？我们只要求被正常对待，过去几十年而不可得。那到蔡英文总统任内，这一些规格恢复到接近正常。那这一次到赖清德总统，他往前更进一步。所以。我很期待下一次。事实上，这一次其实每次都在拉高，对不对？它会建立一个新惯例，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台湾的政府，我们的民选最高的代表就是总统，他是主权象征嘛，能够来到美国政府的部门，直接好像在访视一样。美国政府也派官员来随行说明，然后关岛也做了一个测试，因为关岛在测试什么，知道吗？2758号决议文。不及于台湾，也就是当1971年的2758号决议文只处理了中国代表权，对，没有处理台湾2300万人的代表问题，对，所以你看英国最近通过决议，就是用这样扭曲错误的解释，把台湾曲解为中国的一省是不正确的哦。好多个国家的国会其实都对啊，就是所谓就没有所谓一中嘛，对，台湾没有被你代表嘛。
那如果台湾没有被你代表，在法理上就建立一个基础，台湾没有被代表，所以我们参加世界卫生组织、ICAO、Interpol 或者在跟各国的交往的时候，中国以前都说一中原则，这个是已经被我代表了，你们不要找他，直接找我，这个被打破掉。那被打破掉，为什么我说关岛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试验场域？那个都要经过安排的。关岛是美国的领地，是自治的，所以它叫总督。那个总督那位老太太，我在美国遇过她，对台湾，他们夫妻两个对台湾很友善。她在那里升起了主权象征的旗，唱了主权象征的歌，在他们的议会接待了主权象征的民选总统。他等于告诉你，台湾是被这样子代表的。不是被五星旗所代表的，这是一个2758号决议文，现在各国去端正它，说正确解释它的执行样态。那如果在关岛可以，那下次在某一州可不可以？这个我倒觉得这是台湾一步一步匍匐前进的过程。所以这的确是赖清德总统这一次出访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因为李问在府里面，你常常你是主要负责外媒啦等等，就你就近的观察。赖总统在跟这个外国访宾他们的互动是怎么样子？就是对于外媒和访宾来说，他们对台湾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其实这段期间以来，真的非常多的外国访团来到台湾，而且台湾受到国际的关注越来越高。我们看到说，国际社会对于台湾的关注，现在不只是强调台湾是国际社会重要的成员，而且也强调台湾对于国际社会有显著的贡献。那这方面的讨论，其实从疫情的时候就看得出来。台湾不仅是对于公共卫生、对于医疗，也有提出好的防疫的模式，然后让全世界可以参考。那另外一方面，因为当时在疫情的时候，产业链受到影响，供应链的稳定性受到影响，所以台湾的科技业所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全球的经济繁荣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也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所以他们其实对我们的防疫也很感兴趣，对于这些东西，他们都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当然，疫情也过了一段时间，对啊，对。但是最近的一些访团其实非常的频繁，光是每个月大概10到15团的访团，那有来自欧洲的，来自北美洲、美国、加拿大，一个月有半个月。他们非常多的国际关注。我历经第9、第10、第11届嘛，我现在可以讲，我们有时候一个月接待的访团比以前1年还多啊。然后层级已经破纪录，破到我们现在没办法去算了。哦，真的、哦。你想想看，时期是资深媒体人，当记者30、40年了嘛，对嘛哈？你回想你采访的历程，你30、40年，你什么时候想过看过欧洲的国会议长在台湾的国会发表演说？哦，没有。那我们好几个耶，不是1个2个。对对对。我还亲自接待过德国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我昨天还在那个 Sky News 看到他，然后他就飞到台湾来，然后我介绍台湾的立法院，也就是说，刚才李问讲得好，就是台湾被看见。以前人家还把我们跟泰国分不清楚。对。那因为防疫的能量，人家发现台湾好厉害。后来才发现为什么各国的汽车做不出来，才发现是因为车用晶片。后来发现台湾在晶片上的载制能力，后来才发现台湾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台湾被看见，后来被重视，现在被珍惜。然后各国就好奇，你知道那时候疫情末段有民调，全世界你最想去访问的国家跟城市，台湾都在前3名。哦，真的。所以那样的好奇是来自于正向的，然后来，所以各国的访宾多到我们这2天在审外交部的预算哈。增加很多，因为接待访宾要预算嘛。对啊。增加了很多预算，那某些在党立委为什么增加那么多？为什么？然后林佳就说：“啊，就他们都要来啊，我怎么办？不能来了，我们给人家就他们都要来啊。”对啊。然后不好意思，没有。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常常外宾关注的议题，包括国防安全，包括经济韧性，那包括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主题，那也包括民主价值的合作。那所以他们会关心我们社会防卫韧性这一块。哦，对，那个是整体的民间的力量是否有决心来整体的社会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国防力量。可是我觉得啊，国外很关心这个，可是台湾内部自己倒是好像比较。昨天 AIT 某一位官员来找我聊了几个主题，其中很重要的第3题就来聊说，你们台湾的
除了军事力量提升、军事合作以外，你们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它叫做 resilience， 你的韧性能力的提升，台湾做了哪些啊？那他就多问一题。那目前在国会的状态，你们这个全社会防卫韧性，全社会防卫韧性不是指因应战争、天灾，对，像地震，我02、06，我办公室旁边那个维冠大楼倒掉，那社会要不要对这一个有因应的能力？那这个能力的建立。我们现在在法律上发现有点像跳 Tango， 进一步就是民进党这边提的都是往前进的，然后另外有一批人提的就是要删掉，通通不准哈。那国际友人其实也是关心这一块，所以其实全社会防卫韧性，就包括像黑熊学院在做的这一块，事实上像慈济他们做的也都算是对慈济，你用慈济比用黑熊做的急救什么，我发现国民党很多人在骂黑熊，根本不知道黑熊在干嘛。黑熊一直被针对，好像不准他们做事的。黑熊是训练急救能力，然后最后训练完，他还是鼓励大家回到政府的体制里面去取得证照。那慈济像我们02、06一垮掉，慈济师兄姐就来到现场安抚人心，安排吃喝相关的通讯，那个都是防卫力量的一部分啊。那个其实都是社会力嘛。对，其实现在全世界的访兵也都在关心台湾在国防安全上有没有决心来捍卫自己的家园，捍卫自己的国家。那在国防方面，一方面是我们传统的军事如何强化，如何透过实力带来和平；那另外一方面是民间如何参与，民间有没有更多的力量来支持公部门、私部门一起来合作，来应对各种不同的紧急状况。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说，不管是民防或是社会韧性，公部门跟民间一起来投入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台湾在做，很多欧洲国家也在做。不管我们看到瑞典、挪威或是波罗的海的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等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在强化民防，每一个国家都在强化社会韧性。真的，其他国家都这样。对，那再加上因为地缘政治，不管是俄乌战争，对啊，或是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那又牵连到如果地缘政治不稳定，如何维护经济供应链的稳定性？所以越来越多国家也希望跟台湾进行经济产业上的合作，关注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关注台湾的 AI 产业，这些不同的面向都是外宾非常关注台湾，而且希望来跟台湾学习的面向。其实台湾的晶片，因为全世界都很仰赖啦，都很需要啦，所以某种程度对于台湾的安全这件事情也算是有保障。可是无奈的是，台湾邻居不是那么的友善。最近这几天，就在今天、昨天，联合利剑 C 这个他没有取这个名字吧？这是我们帮他取的，但要不然我们他没有宣布，他没有取名字，你不要帮他取，他倒会出来否认。王时齐女士，请不要随便给我取名字。这样我可以登上他们的那个名单了吗？快了。哦，谢谢。好啦，开玩笑。就是说他们这2天在进行，不知道是不是叫军演。然后呢，昨天看到的新闻就是说，他们出动了90艘的这些舰艇。路透社说的。对，路透社外媒讲的。所以我先请教一下国防外交委员啊，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感到紧张吗？他到底目的是什么？到底是针对赖清德，还是对台湾，还是他到底哪里不爽？为什么要出这么多船？这是1996年以来中共的军事舰艇出动最多的一次。你说我们该不该紧张？我们要审慎因应，不可以大意。他的军事部署，事实上面对中共，我都想说我们要料敌从宽，用最严苛的条件检视自己，用最宽松的条件去检视对方。因为对我们来讲，台湾是我们的家，安全不能拿来冒险。所以中国就算没有宣布，事实上他每个礼拜联合战备警巡都有经过我们附近，所以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骚扰是天天都在做。对，所以我上次咨询国防部跟外交部，我就说不用帮他取名字，因为你这样想说，他没有这个联合利剑 C， 他随便把一个联合警巡再多加几架飞机，就把它取个名字就打你的脸。事实上，他军事骚扰是一直在做。第二个，不是只对台湾做，对菲律宾、对日本、对韩国都在做军事骚扰。所以他到底目的是什么？他什么事情不爽？那现在我就要讲了，这一次1996年以来最大的军事部署，
他从12月9号到11号到今天，宣布在福建、浙江的东部划了7个空域保留区。你自己仔细看，空域保留区是一路从韩国下面经过日本，一直到我们台湾的北侧。然后除了空域保留区以外，动员了路透社讲90艘了，我们国防部讲说是相当巨量、大量的军事舰艇。第一个陈兵在第一岛链内，第二个突出到西太平洋。那西太平洋就是台东的外海。东边对，台东的外海就是西太平洋到菲律宾海。我们地图的话，台湾在这里，中国在这边，这里是第一岛链内侧，经过宫古海峡出来，这里是西太平洋，南边这里是菲律宾海。这里我看昨天国防部就讲得很明确，说排了2道墙，排了2道墙。然后呢，这么大的军事动作，他却尴尬的无声无息，不敢宣布它是军演，也不取名字。为什么？为什么？好，为什么？第一个，他的军事动作目的，你一看他的排列的方式，就是中共解放军想要展现我在第一岛链里面是我国家的内海，我说了算，宰制令。那这直接对撞了川普上一任2018年被揭露的印太战略里面讲的第一岛链，美国要在这边跟盟友维持嚇阻力量。那中国说第一岛链我说了算，你看我陈兵在这里，你拿我没办法。再来，他在西太平洋，也就台东的外侧，那个在公海外侧排了2列军舰，对，加上相关的一些设施。那其实他要呈现的就是 A2AZ， 什么意思 ？A2AZ 在军事上叫做反介入拒止。那反介入拒止，它让关岛到与那国到这个 Okinawa 到台湾，美国、日本、台湾的军事行动被阻隔。了解。好，所以他这个他就包起来，就不准你们过，不准你们来驰援台湾。真的战争的时候，你排看嘛，你看你能停多久？那我的意思是说，他呈现的动作，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你：第一个，剑指美国，我有能力拒止你 A2AZ 你；第二个，第一岛链内侧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说了算，他的目的是这个。第二个，所以他不是对赖清德不爽，他整个他其实是要告诉美国，他整个骚扰到了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都有。都有。那美国是他的剑指的对象之一，因为美国政权刚更迭，川普1月20号才会就任。那这么大的军事动作，那个不用当过兵啊，一般就了解。你现在要约60台车哈，要去垦丁玩，你要准备多久？很难。你要调时间要调多久？我光调2辆车就或者90辆车，90户的朋友，车子要出来，你的物料补给、加油、吃什么的。所以这样的军事行动一般至少要60天以上的准备期，而60天以上，赖清德总统出访根本都还没有。那也就是时间上你要把这个牵拖到赖清德出访，第一个时间上对不起来，第二个赖清德过境美国访问我们的友邦，这个没有什么特殊性，这很正常，全世界也不认为这有问题。你把这个军事演习对上赖清德，又加上前2天东北季风浪大，他动不了，所以赖清德已经回来好几天了，回来好几天才说，我现在针对你人家会觉得你这个马后炮离太远了，所以第一个尴尬在这里。他要等浪小一点。不，第一个尴尬在这里，第二个尴尬在哪里呢？第二个尴尬是叙利亚突然间被推翻12天，对，12天宰制叙利亚的独裁政权。习近平、普丁的好朋友阿塞德被推翻掉，全世界都看着独裁政权被推翻，那这个气氛很尴尬。第三个，川普刚被访问说，习近平跟我是好朋友，但被他讲好朋友的未必是好朋友哈，就是川普说习近平好朋友，我相信他不会对台湾动武。川普常常装熟，装完熟之后就翻脸。装熟是翻脸的前奏，但是说川普刚讲说，我跟习近平不错。那我相信，我也要求他不要对台湾动手动脚。对，他刚讲完这个，你如果宣布一个军演，你不就是对着川普耳瓜子打一个耳光吗？所以他其实他就尴尬啦。尴尬以外，川普旁边任命的国务卿 Rubio， 他的国安顾问这个 Michael Waltz， 通通都是对中强硬派。你这时候川普刚访问完，然后呢，川普是说I never say， 他嘴巴绝对不会说协防台湾。对。他没有说要不要做，他只说我相信习近平不会对台湾动手动脚。好，他讲完这个话，他旁边的决策官员都是对中强硬派。你没事宣布了一个某某名称，你刚刚帮他宣布，中国很紧张，说我不一个军事演习，你在国际尴尬的环境下，你在
叙利亚倒台的情形下，你在对赖清德这个所谓的砍拖也牵不起来的状况下，那你唯一得罪搞不好就是即将上任的川普。所以中国这次就做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他很喜欢小事大做，这一次是大事小做，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他。对耶，我们不能小看他，但他这一次你会发现无声无息的尴尬的经验，在政治心理的恫吓力上降低了，而他怕得罪川普，又想剑指美国，你会不会尴尬嘛？当然尴尬。所以这军演我们要观察一下了。我想问李问啊，因为李问要补充没错。然后另外就是说，他面对这么大的动作，赖总统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准备吗？或者是有开了什么样子的会议吗？因为我们看到的国防部啊等等，还有政府单位都是叫国人，一切都在掌握中，请国人不用紧张。其实针对这次中国大规模的军演，那我来进行简短的4点的补充。其实国防部昨天也有进行完整的说明。那国防部也现在已经针对了这次的事件来开设应变中心。那包括总统还有国安团队都有密切的关注跟密切的掌握所有的情势。所以总统有开国安会。总统是密切的关注，而且整个国安团队都有非常高度的关注跟密切的掌握所有的安全情势。那像国防部昨天也有提到说，所有的各级的部队都非常严密的监控敌情，而且高度戒备来确保国家的安全。不管中共是否有实际宣布进行一个演习，它的实际行为都已经对整个第一岛链的地区，包括台湾还有其他的国家，造成压力跟威胁，所以要严密的进行监控，还有确保各项的安全情势。那第2点我要提出来的，其实就像很多观察家都有提到的，中国这次军事活动的范围海域非常的广。对，那它不只是针对台海，它也不只是针对台湾，而是对整个第一岛链，甚至活动的范围已经到日本周遭的海域、菲律宾周遭的海域，还有第一岛链跟第2岛链中间的海域来进行军事上的活动。所以它是在对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更多的国家来进行军事的恫吓，那也造成许多周遭国家的不安与关切。对。那第3点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果中国声称是因为赖清德总统出访太平洋友邦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非常明显是一个借口。这明显是一个借口，而且无法说服国际社会。因为台湾有权利，台湾的总统有权利跟国际友邦进行交流，台湾的总统有权利跟国际社会进行良好的互动。那如果为了警告台湾，却把军舰开到日本周遭的海域或菲律宾周遭的海域，这明显的不符合逻辑思考。对。那台湾的正常的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与交流，不应该成为军事行动的借口，可是他们就一直拿来，一直都有借口啊！他们的动作从来没有停过，而且赖总统回来之后，共机扰台的数量也变多了，然后还有好几架都越过我们的中线那这种状况其实约束不了中国啊，那怎么办？但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有很多民主伙伴在这个时间点有出来发言，有出来仗义直言。那包括美国的国防部长也最近也受访，那提到说谴责，提到说批评中国的胁迫行为，对于整个区域的胁迫行为。那另外就是美国的国务院也有发言，那美国的国务院提到说，呼吁中国保持克制，而且赖总统例行的过境美国，不应该被中国对不应该成为中国的借口，然后成为对于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理由或借口。对，所以我们看到说，中共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期待，而且再多的军舰跟军机，可是中国好像没有在 care 了呢，中国都当耳边风。再多的军舰或军机没办法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我要请教一下定宇啦，因为中国他们现在国防部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搞不太清楚。尽管他们国防不管是火箭军或者是国防部长一个一个落马，重要的这些人都落马，但是都不影响他们这么大规模的军事的行动。这个反而我们要看，中国是一个很僵化的体制。
你在半年前或90天前宣布要动员80-90艘军舰，要从日本一路得罪到菲律宾，你宣布了，那这2天国际局势有变化嘛？你能不能 call off？ 你能不能取消掉？你能不能改期？你就发现那个体制搞不好一军演他就说哈，军演惊醒了我怎么？就是说他那个僵化就会制造尴尬。但我还是讲料题从宽，中国确实它的海空军力量已经相当强大，我们要小心。但是你刚才提到的，当中国内部这一个国防部长是习近平的人另外那个海军上将也是习近平的人，可是被另外一派的人斗倒，用纪律、用贪腐把它双规起来。那对习近平来讲是等于是解放军内部似乎有一群跟习近平不对盘的人在修理他的子弟兵，而习近平之前不管魏凤和或之前火箭军的司令、副司令还莫名其妙从楼上掉下来，说是这个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整个把火箭军的前3把手都拉下来，换陆军、海军、空军的去当，轮流做。那就是说，整个解放军的内部，第一个贪污严重，第二个派系林立，第3个似乎有在集结跟习近平之间有一些矛盾，他位置不稳嘛？我不能讲这样不稳，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产生，我们还要多观察。这个观察，事实上民主国家都在观察这个事情。而在这个当下，你发动这个大型的军演，你知道谁最怕军演吗？从古时候看到现在，如果这个皇帝发现御林军下面的军队怪怪的，他最怕你们集结在一起。而部队集结，对外很容易由演转战比方说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就由演习转战。台湾的汉光演习常常也想定，就是解放军假装演习，突然间指向台湾，由演转战，对外也会但你去看历史上，尤其中国的历史部队集结，假装勤王然后最后就是把宫廷拿下来，政变嘛所以事实上中国内部有一些紧张，经济局势紧张，失业率高。然后加上里面的共产党里面的派系的问题，这个我们还要持续观察。但是要说习近平已经失去控制力了，也不要跑那么快，也还没有，他还是一个独裁者，控制得很好但是在这一次他们的军事演习达成了什么效果？就是说他本来要来威胁台湾，威胁赖清德，那我们就得一个原则嘛。我们台湾在进行正常的活动，如果因为中国的军事演习，我就不做了。你是不是鼓励他以后继续对你霸凌？所以大家观察，在台湾社会哪一个政治人物、哪一个媒体说：“哎呀，不要去挑衅中国，你就少出访嘛！你不要挑衅中国，不要买武器嘛！你不要挑衅中国，那个裴洛西那种的以后不要来嘛！让你没有朋友、没有军备、没有外交。当你弱到不得了的时候，他弹指就可以把你拿下来，那才是引战。真正的战争是那样子才会发生，弱才会对你。”极强就不会，他只要几小时把你拿下来了，为什么不打？但当你自己够强大，朋友够多，国际局势对你有利，看起来很紧张，反而动不了。所以在这一次他的恫吓你，我们反而去看看台湾社会谁去呼应这个声音。第二个，它促成了什么效果？刚才讲奥斯汀，美国的国防部长直接公开讲，昨天讲的，直接讲说中国这个动作，他们认为是极其挑衅，你在制造麻烦。他会。而且他讲不是威胁台湾威胁第一岛链这些民主盟友，所以不要再讲说是因为民进党，我们民进党没有在日本执政我在菲律宾，虽然小马可是当总统，但是小马可是不是民进党籍的他威胁的是自由民主国家，这是中国庞大的1450团队，1450从韩国一路载至到菲律宾到澳洲吗？没有，其实就是中国自己的扩张主义正在威胁的区域和平，这才是真相。然后帕帕罗的讲话最重要。帕帕罗是美国掌握军权最大的指挥官，印太司令部指挥官。这个大。他直接讲，在这个区域，我绝对有能力打败你解放军。我直接告诉你，我可以打你，我可以打败你。而帕帕罗在Brookings 智库11月6号的公开谈话，是我惊讶到下巴掉下来。他讲了什么？那个帕帕罗是现役上将。负责印太司令，印太司令管太平洋跟印度洋。对，他管超大的。管印度洋跟太平洋，它里面用了台湾关系法，还列出法条第几章节第几条 article 什么 dash 第几条。他说，因为有一个新加坡驻美国华府大使问他说，
可是中国那么近，中国军力那么大啊，你们那么远，啊来得及吗？你们有办法维护台海的和平吗？帕帕罗说，不是远跟近，我们在那里，在海上，在天上，在水底下，我们一直都在。哎呦，好帅哦。第二个，他说这个我喜欢。然后他讲说，那中国如果对台湾 quarantine 就是用警察力量，就海巡来拦这些船只，或者中国对台湾blockade 就是把你封锁起来，那你怎么办呢？帕帕罗回答是这一段是让我惊讶。帕帕罗他在 Brookings 直接回答说：“我是军人，我执行法律的命令，根据美国的法律，就台湾关系法第几章第几条第几条，我还去调那个条文出来，我可以赖给你。他里面写得很清楚哦，美国必须阻止任何一切非和平的手段来干扰台湾人民自我的决定。可是帕帕罗讲话都讲得这么好，但是我们台湾还是遭遇到说中国的这些船来我们检查。我刚才讲那个条文多重要，我也建议李问可以把它找出来。台湾关系，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条文说，它的条文有个 common 举例，就是说哪些行为是干扰了台湾人民的自觉哦，他用自觉干扰人民，他逗点，例如他用 boycott、embargo 就是以前的用词封锁，现在叫做 blockade， 现在叫做 quarantine， 所以他特别举例说，明确的列出这个行为是属于干扰台湾人民的自觉，而美国的军队依照法律，所以我们新闻有截后面那一段说，根据法律，我们必须排除这些，我们也有能力排除这些。还有看各大媒体就写，帕帕罗宣说他美军有能力排除中国对台湾的封锁，只截了那个结论。其实他那个法律引述啊，倒是很新的一个说法。李问要补充。对，确实就像定宇委员讲的，现在国际社会对于台湾所受到的安全威胁，关注的面向越来越广泛。所以除了传统的军事威胁之外，也会关注不管是封锁，那不管是有限度的说要检查台湾周遭的船只，对，以前或许只关注主要是在关注传统的军事上的威胁跟入侵，但是现在也会关注各种不同的灰色地带的侵扰，关注台湾受到的资讯安全的攻击，关注台湾受到假讯息的攻击。那所以这些智库啊、学者啊、国际的团体跟甚至国际的国会议员，也明白跟更清楚的认识跟了解到台湾所受到的威胁是复合式的，有各种不同的面向。对，那我另外再回过头来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说，这次其实总统出访，那其实投入的很多跟邦交国的合作计划都是公益性质，而且对于太平洋长期的发展是提出非常正面的发展模式。对，所以如果以这次总统出访作为一个大型军事行动的理由，真的是在逻辑上完全说不过去。对啊。那我们实际看到说，在每一个国家提出来的计划，那例如说，在医药的协助啦，在马绍尔群岛，那去关注当地医院如何应用 AI 跟远距离医疗、通讯医疗。那在图瓦鲁是关注通讯设备的韧性，包括跟美国、日本、澳洲的民主伙伴一起合作来建造跟维运新的海底缆线。对，海底缆线，对，海底缆线要这个解释这一件事。对，然后在帛琉也有，还有帮小孩子送色笔。对，教育文化、农业、医疗、公卫，这些都是长期对于邦交国的发展，可以巩固邦谊，可以对区域做出正面的贡献，可以发挥台湾人的专长。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用文明的方式在面对这个世界。可是中国就没有用文明的方式在对待他的邻居台湾嘛？像刚刚讲的，定宇也讲到帕帕罗，哇，你看法条怎么清清楚楚。可是问题就在于说，我们还是不断的被他们骚扰，他们还会登上我们的观光船去检查，那这些东西是台湾在承受啊。那他们关注，可是他们能帮我们什么呢？其实关注跟揭露资讯就是一种反击的方式。当我们能够揭露这些不同的样态，能够分析，能够了解，也是向国际社会一起来讨论，并且也提出警告。所以我觉得关注当然是第一步，关注跟分析，然后接下来才能进行更多政策的讨论跟研拟。
除了揭露以外哈，其实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小看中共的野心，也不要小看中共解放军的能耐，不能小看敌人，他们确实投入这么多钱，确实在进步，也因为投入那么多钱。才会 A 了很多钱，很多才会被他们很多落马的都是因为 A 钱。他们将军被抓起来的哈，可以煮一个连了耶。好，所以他们确实有投入资源。等下在牢里面这个整队哈集合踢正部好，将军们集合好，就是说他们的贪腐，你去回推那母体，他确实投资很大量的钱。那你刚才讲上一次金门的事件的时候，他们就出动海警船去骚扰我们的观光船。那我们海巡署，因为那个属于那个就叫 quarantine 的一个做法，就是说用警察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来执行这种骚扰的任务，我们把它定名叫做灰色地带冲突。那海巡署的官兵弟兄姐妹其实也很辛苦，我们马上调派船舰在那附近，任何台湾的船舰如果被这样骚扰的话，你除了加速脱离以外，赶快联络我们台湾我们的海巡，我们海巡很勇敢哦。真的是真正会冲上去的。目前海军跟海军还不会这样对干哦，海巡会。所以从那以后，这种挑衅的行为其实会减少。管碧玲有给我看过影片，对，海巡超辛苦，他就截上去哦，那个船这样子，然后可是跳。那这就是说，不要小看对方的野心，他还是会做，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不管是海巡的造舰计划，从蔡英文总统任内的143艘。到现在相关的造舰计划，提升我们的防卫能力。一个国家不能老是靠别国来帮你。当然，帕帕罗的说法，我待会再讲。但是台湾自己有没有防卫自己的意志，提升防卫自己的能力，增加防卫自己的预算，以及展现敢于防卫自己的态势。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靠自己。我们家庭的安全不能依靠别人，要靠自己。对。但帕帕罗是重要盟友，有人要帮你，当然何乐不为。你要晓得，美军不是政治人物，他不会做宣示性的讲法啊。王慈禧如果被打，我根据法律我会来保护你。政治人物可能是宣示性的说法。美军每一个动作都要有他的 guideline， 然后执行计划，要拟出不同的剧本，经过操演之后，决定哪里不足，强化部署，再操演。就是 exercise revise， 他要去不断的演练修正。那所以帕帕罗之前有一个也是印太司令部司令，我们现在把它叫做那个 Phillips Window， 就是那个 Davidson Windows， 他讲的是说6年后中国可能会犯台。那美国根据这个，他们在印太司令也做了很多强化部署。与那国岛现在可以起降 F-35。那在石垣岛或者是日本的东南沿海，以及美国把他们的中长程的导弹前进部署到某一些小岛，在关岛的北边的这个天宁岛、北马里亚纳那边的天宁岛机场也重启，就说，军事将领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要有计划去支撑他这句话。所以当他或者之前 Hinote。就是美国空军的参谋，他负责战略的。他说：“我收到的指令，他在大西洋那个论坛讲的。那他就讲，我接到指令就是，如果共军要侵犯台湾，他必须切断在台湾海峡的 logistic flow， 以及全面性的把集结点把它摧毁掉。当他讲这个话，我们一般人说啊，共了，我们还是被欺负。如果你是共军呢？你是共军，你就要去思考这个变数。”我们在料敌从宽，共军要不要料敌从宽？这个变数要不要纳入考量？所以安全是动态的。台湾，我觉得台湾人民了不起。我们面对中国这么大的威胁，我们的经济、科技，尤其民主，还能发展到这么蓬勃。台湾内部有没有一点温水煮青蛙？大家让它不当回事了。台湾的民族性是这样子啊，像威尔康当年威尔康大火，地下室3个月都没人敢去消费。然后第4个月就开始客满嘛，台湾的民族性有时候海岛国家会健忘，或者台湾经历那么多白色恐怖的噩梦，会忘掉一些事情。但是中国的威胁时时都在了。我看了各项民调，台湾人民保护自己的决心是有的，倒是内部应和中国的协作者，内部拉扯的力量有点大。这些协作者现在在国会取得一定的力量，这个部分是隐忧，各国都担心。但是台湾整体，我不认为台湾人
会忘记保护自己的国家。李问要补充，顺便也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到底跟川普的关系是如何？赖清德夏威夷闭门演说，希望川普继续支持台湾。川普就说啊，我跟习近平好朋友呢，我有跟他说啊，这个希望中国不会侵略台湾。所以我们因为美国1月就要政权交接了嘛，那所以到底我们台湾跟拜登政府跟川普政府的关系是怎样？一般认为川普比较不稳定性比较高一点啊。其实我们有信心，台美不管是安全上或经济上或文化上各项的伙伴关系，都持续的在加强，而且持续的稳健的能够有实质的进展。那我们看到说，过去8、9年来，其实美国也经历了多次的政党轮替，从美国奥巴马政府到川普政府，到后来的拜登政府，对。但是在台美关系，不管是安全合作或各项领域的合作，都能够有实质的进展。那其实像最近，之前其实节目制作单位特别有提到，那就是说，在川普对于说最近受访有是否协防台湾的这些讨论，那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国防安全，可以回归到一句话：自助者人恒助之。台湾我们必须要先展现对于自身国防安全、守护家园的决心。我觉得你有 Q 题，等一下请定宇回答。可是你们的潜舰在立法院，你们就过不了咩？该就是噼啪删掉，动的动，还没有，下礼拜才要审，还没有。对，但我真的必须要强调，就是台湾必须要为自己的国防安全负起最大的责任，承担最大的责任。但是当有其他国家愿意跟我们加强国防安全合作的时候，我们也会积极的寻求合作，积极的来深化这些国防安全的合作关系。所以不管是国防产业、国防的技术、国防的采购、国防安全的研究，那也希望来持续的更上一层楼。我们跟川普买武器应该买得到吧？他现在美国卖给我们武器这件事情，第一个我觉得美国政府还是有它的一致性。不管是拜登或川普政府，川普定的印太战略到拜登政府还是有执行。也就是说，他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不管怎么样，国家认同没有问题嘛，所以他们的政府的一致性。那1月20号去祝贺川普就职典礼对，韩国瑜要去，对，巡往例我们会派国会议长。那赖清德总统昨天也是请劳烦韩国瑜代表台湾的国会议长，这样朝野率团。那朝野比例大概会221啦，就是按照那个团，我们就按照政党比例其实221有点放大了民众党，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跨党派 （multi-partisan） 或者叫做 bipartisan 去祝贺。那这个团在1月20号应该会成型那按照惯例，我们都是透过国会议员有台的邀请取得入场票。那今年我觉得值得观察一个点是大使，我们驻美代表在萧美琴的时候创下一个台美没有邦交以后的先例，也就是史上第一次，台湾驻美代表，也就是我们驻美的大使，获得外交使节团的身份的认可邀请，安排座位在外交使节团里面。那这到底是因为萧美琴个人的魅力，因为她在华府是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大使，还是能够成为国家的资产？就看这一次，如果这一次我们驻美大使于大雷也被安排这样的话，那就会形成一个惯例。哎呦，于大雷，你压力大喽？这个不能怪，不是于大雷压力，就是美国政府在交接安排，它有一定的层级。如果在萧美琴的时候受邀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安排在大使团，那接下来如果再一次，那就会变惯例。那至于国会去的部分，我倒觉得问题不大。我刚才你问，惯例上都是立法院长去啦，那可是。就国内政治互动而言，有没有算是朝野你们终于可以合作一件事了？赖清德派了韩国瑜，对外我们都希望国家利益一致，对内吵得再大，对外要一致所以像我之前是去参加那个 DNC 的代表团的团长嘛，我的成员 DNC 是什么？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RNC 是共和党的党代表，要提名总统的啦那我当团长嘛，那带着去的各党派都有，
那其实对外不跟你合照啊，还好啦，国内的立委算得体了，得体，不是 dirty 哦，是得体哈，都去那边还算蛮不错的哈。那所以我认为这个团成型也不会有大的问题。倒是刚才李问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展现保护自己的决心。美国一直传达讯息说，不是告诉你，不是说你要花多少钱，也不是说你一定要买什么武器，也不是说你的 GDP 的国防预算多少，而是台湾有没有展现出说我国家的安全是我自己的事。我们都不希望战争，不希望战争有2种做法，一种就是干脆听敌人的。那听敌人的最容易战争，因为你听敌人的，他叫你蹲着你不敢站着，叫你不要买武器你不敢拿棒子，那你弱到一个程度，你等于是手无寸铁，轻易被灭掉。不要战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壮大自己，多结盟。那川普的话，他其实以他上一任，我们只能说他上一任的经验，他对台湾取得先进武器，台湾的军购像一般国家对待。以前像我们 F-16CD 要了20年都还没有立案。也就是说，他可以，你现在要求这个，他在半年内要回答你，变成是非包裹式处理，是从川普开始的。那看川普讲的话，你不如看他用的人，他的国务卿 Rubio， 全都是他的国安顾问 Mike Waltz， 这2个是确定的。国安部长现在好像还有一些变动，也就是说，这些人长期，尤其 Rubio， 我们在美国国会通过所有有台的法案，他都是提案人之一啊。而他现在成为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国务卿，所以他用的人对台友善。他过去上一任的任期对台湾取得先进武器，我看起来我们的海马4啊、F-16V 啊都在那个时候啊。那包含 M1A2T， 最近要到了，最近快到，他在海上了。所以我觉得，一天到晚有一些人一天到晚质疑这个朋友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帮我，这个朋友是不是真的要帮我。却拼命的在国内不让自己有防卫自己的能力，我看不懂那个逻辑。可是川普说要付保护费，川普的保护费，他在选举他的讲法，事实上他讲保护费，讲台积电，我看他去被那一个 Podcaster 访问的那个内容，他讲的是台湾人好厉害，台积电几乎抢走了全世界晶片生意，是我们的政客他用的是骂他们自己政敌的话，为什么要补贴呢？我们用关税就让他来这边设厂，他讲的是美国的内政，所以你观察川普，他当然是美国利益第一优先，专注在美国的创造就业率以及解决边境非法移民问题。另外，他在国际事务上呢，川普琢磨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多，他琢磨在经济事务上多。那我觉得美国是我们重要的外交关系哈，多观察多往来，那我们跟川普并不陌生。李问要补充？对。刚刚石基姐有提到说，总统在夏威夷的闭门会议的演讲，那有提到，其实是对于全世界、对于国际社会来释放讯息，说台湾是一个可以信赖、可以信靠的伙伴，而且台湾会扮演区域和平稳定的角色，那创造全球的经济跟繁荣，全球的繁荣跟稳定，对。但是我也要特别强调的是说，台美在经贸合作上面，不论是川普的团队或拜登政府，都非常的重视，而且也非常的感兴趣。那台湾跟美国，我们传统上我们会讲说，我们是价值的同盟、理念的同盟。对。但是除此之外，其实台湾跟美国现在也是非常强大的经济利益上的同盟。那这个怎么说？因为现在过去10年来，整个东亚的供应链结构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那举例来说，以台湾对外投资，10年前2010年。台湾的对外投资有83%是到中国大陆，对。但是如果你看去年的数字，对于中国的投资只剩下11%，那请问我们现在至少以最近1-2年的数字，台湾投资的最大标的、最大的目标国是哪里？大家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想到，其实是美国。我们去年投资额度，对外投资有超过40%是投资美国。所以我们跟美国的经济是绑在一起的。当美国要自己美国利益优先的时候，不好意思，因为很大一部分是台湾跟他们在一起的。对，而且台湾对美国的投资未来还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你问我们现在也正在讨论，像例如说解决双重课税，对，我们去游说都是这个
avoidance of double taxing， 而且我们什么21世纪什么的第一阶段昨天生效了，对，就已经生效。然后包括其实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其实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资投资案之一，是除了补助案之外，是外资投资美国最大的投资案之一，历史上的最大投资案之一。那所以其实台湾跟美国需要台湾的相助。对，台湾跟美国的经济利益结合是越来越大。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哪个政党，共和党、民主党，也会对这个这个领域非常重视。我想请教一下李问哦，你在府里面啊，你跟外媒相处，然后看了这么多的外宾，因为在国内或者是中国，他们对于赖清德总统处理两岸这件事情，都会认为说，你很毒呢，你用词真的很尖锐，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台独仔。外媒或者是外宾，或者是有什么美国，有没有人对于赖清德，你很毒哦，不要那么刺激，有没有这种反应过？可是其实总统的立场，从选举期间一直到就任以后，其实立场也非常的清楚，他就一直说坚定的维持现状，坚定的维持现状，而且坚定的向全世界传达，台湾是区域中负责任的成员，我们是稳定的力量。事实上，我们跟其他亚洲各国比起来，我们稳定的加强我们的国防，我们稳定的加强我们的经济韧性，而且不断的强调4大和平支柱的行动方案。所以外媒外宾没有觉得赖清德的演说或者是谈话太刺激吗？其实你说如果是媒体讨论或舆论的讨论，其实过去以来，那可能过去也有这样的讨论，对，但是其实总统的讯息一直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一致，包括4大和平支柱的行动方案，比如说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代表台湾这些东西，这也是延续蔡总统的4个坚持。对啊，4个坚持啊。对，那其实我们是对于主权跟国家的主权跟国家的防卫都非常的坚持，但是其实总统也强调，包括在国庆演说的时候也释放了许多善意，我们不排斥跟对岸进行健康有序、以尊严跟对等的前提之下进行交流，而且我们也愿意跟对岸在许多议题，像气候变迁、像公卫医疗方面进行对话跟合作。对，所以其实我方也一直有在释出善意，而且我们是坚定跟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立场。那总统元旦要讲话了呢，会不会讲什么？元旦的讲话可能都还在讨论。他现在告诉你他怎么回去嘛？好啦，时间差不多了啦，最后一个小问题，李问你现在每个礼拜都还有拍英文短片哦？对啊，这其实是我们从6月以后进行的一个计划。就是在我们6月的时候做了2件事情，第一个是重新开张总统府的 X 平台总统府发言人的账号。那我们知道 X 平台就是以前的推特，是一个对于国际社群媒体交流一个重要的平台。那我们就重新开张这个账号。有没有开？Truth Social 嘛 ，Truth Social 还没有开，对。那我们现在是用 X 的平台，那是一个以英文，那偶尔会有日文。川普要上台了，赶快开一下。川普那时候不爽，自己弄了一个社交平台，对，自己弄一个平台。我们是在总统府的 X 平台的账号，主要是英文的内容，那偶尔可能会有日文、西班牙文，就是一个外语的平台。对，那我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就是跟许多国际的网友进行互动。那我在这个平台每一个礼拜拍摄一支90秒的短片，其实是一个1周回顾的短片，就是用英文拍摄一个短片来回顾总统府过去这1周的动态。所以可能是总统的接见行程，跟哪些外宾进行互动，那外国网友会有什么好玩的提问吗？外国的网友其实就会反映说，其实透过这些影片可以了解台湾的最新动态，而且更了解总统府的想法。而且有时候我们除了严肃的会议之外，有时候是像棒球选手在世界12强棒球赛游行，或是接待奥运的选手等等。所以其实有很多很生动跟活泼的画面。那我们透过这个90秒的短片，那进行数位外交跟公众外交。那透过数位外交跟公众外交，可以除了让外交工作其实是一种外交工作的民主化跟平民化。就我们除了外交工作是在闭门会议这些高峰会来进行之外，其实也要让国际的网友、
世界各国的一般民众来了解台湾跟喜爱台湾。对，这很重要。好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2位来到现场帮我们分析这些国际上面的局势，以及接下来的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非常谢谢，下次欢迎再来，拜拜。